长相思会员戏剧日历7月24日开始，10天20集，8月23日结束。长相思是由杨紫、张晚怡主演的古装剧，改编自童话的同名小说。本作虽然有神族，但类型是登陆古装剧，仙人都生活在凡间，更有烟火气。官方的剧历也出炉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长相思第一季共39集，将于7月24日18点整在腾讯上线。7月24日、7月25日会员各观看4集，10天连续更新20集。7月26日至8月2日每晚更新2集，8月23日会员观看大结局。连续10天更新后，采取了3天停4天的模式，有点无语。更新时间为周一、周二、周三，其余4天休息。这么好看的剧，不是应该周末更新吗？对于腾讯的排练，我也很无语。可想而知，停止更新后，官博下的提醒会有多大的声音。长相思电视剧的编剧是作者桐华，所以大部分剧情都得到了还原。原著一共有3篇小说，篇幅很长，字数也很多，所以拍成电视剧后，40集肯定放不下。因为广电新政策只能分为上下2部分，而且2部分的播出时间必须相隔几个月，不能连续播出。从官方标题来看，第1季将于7月24日播出，这意味着将会有第2季。有靠谱博主爆料，第2季将于12月底播出。在官方的剧集日历上，有很多与原作重要剧情相对应的小图标。第1季第39集中有一顶黑色的王冠，据推测，英雄轩轩即位，成为黑皇帝。下部也有很多重要的名场面，走的是虐心路线。轩轩对逍遥的爱越来越深，甚至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。涂山璟和逍遥得知防风一影和涂山侯被陷害后，化解了误会。随后，涂山璟向香柳提出抢婚，在桑田儿的引导下，逍遥与涂山璟重逢。逍遥没想到他与璟的和解会成为轩轩的心头刺。新婚前夕，轩轩和涂山侯故意将涂山璟引诱到清水镇，导致璟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不是香柳救下了落水的鲸，那么这对命中注定的鸳鸯就永远分离了。最终小瑶发现杀害璟的人是他最亲近的表弟，他也得知了轩轩对他的爱，当时就快崩溃了。最亲近的人却要杀死最爱的人，逍遥真的很惨。剧版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、张晚怡、邓伟、谭健次、王弘毅、戴鲁娃等年轻演员加盟，与角色契合度很高，一女4男各种 CP 混战，可谓张力十足。除了爱情，《长相思》还有家国情怀、友情、亲情、政治斗争等等，绝对不是简单的玛丽苏古。除了这些年轻演员外，《长相思》的配角还有观众熟悉的老戏骨角色。由于历史原因，部分原著中的帝王姓名、地名等有所变更。其中，郑国林饰演皇帝高信君，剧版则成为浩灵王；侯长荣饰演轩辕皇帝，剧版叫西炎王。君帝是逍遥的养父，轩轩的师傅，一个非常好的长辈。皇帝是逍遥的爷爷，轩轩的爷爷，和逍遥的亲情部分非常感人。杨紫工作室更名为清水镇回春堂。近日，杨紫工作室宣布更名为清水镇回春堂，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更名，更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是艺术与中医哲学相结合的独特表达。清水镇回春堂在艺术创作上凸显了杨紫的中医理念。中医正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其核心理念是阴阳和谐、五行平衡，达到和谐健康的身体。在这次更名中，杨紫传达了她在艺术追求中中立与和谐的信息，同时这也是她对身心关系的深刻理解和体现。艺术创作中的情绪和情绪波动与身体的健康和平衡有着微妙的关系。杨紫以清水乡回春堂为名，表达了她对这种身心关系的重视，以及对艺术情感治愈作用的认可。在此基础上，清水镇复兴馆也展现了杨紫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追求。她的作品就像一剂回春良药，治愈着人们的心灵，让人在观看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。这种审美追求与中医调和阴阳、
以和为美的哲学理念相似。综上所述，杨子工作室更名为清水镇回春堂，是其艺术与中医哲学结合的独特体现。这种表达不仅体现了杨子对人体身心关系的深刻理解，也展现了他对艺术作品审美追求的独特视角，同时也是他追求身心平衡、和谐共处的生活态度的展现。这种态度和哲学审视我们的生活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面对生活的挑战和逆境。02玉骨妖后劲真大，数据背后除了肖战，还有几大惊喜。最近熬夜追完玉骨妖，小马发现这部仙侠剧越追越火，一个字：绝对。再看最终的战报，有多个排名都不是第一。这个统计，纵观近几年的夏季档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别看这几年童话故事层出不穷，但其实这种题材非常难拍，因为它融合了神话和武侠两种元素。观众长期以来对仙侠剧的拼凑，让很多人对仙侠剧的第一印象变成了撒上工业糖精的古老木偶。但这一次的玉骨遥并没有落入俗套。作为空桑王朝的长子和天才道士，肖战饰演的石英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童话感。世英有着凡人的情感和欲望，母亲被迫自杀，这让他感到仇恨和委屈。女主角朱颜的出现也成为他苦涩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甜蜜之一。爱是他的弱点，也是他的盔甲。世英具有侠义精神，相信众生平等。即使是位高权重的神，如果以看百姓受苦为乐，也不配被世人供奉和敬仰。一句学法的人怎么做才能救李渊脱离危险，直接将小爱升华为大爱。石英就像是落入凡间的谪仙，侠义是他的核心，高冷的外表下是一颗对苍生的怜悯和仁慈之心，没有一味的受限于儿女情长，而是着眼于家国大义。玉骨遥这波浪潮可谓是大气磅礴，确实与一般的仙侠剧不同。肖战在玉骨妖中的表现十分出色，同时剧中的其他角色也表现出色。女导演闵饰演的朱颜虽然没有妖艳的外表，但也活泼可爱。有时候她感觉有点像古天乐版《神雕侠侣》里的郭襄。配角们的精彩表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这部剧的群像场面相当不错，以王楚然饰演的女二白雪鹿为例。原著中她并没有这个角色，但在电视剧中她却成为了该系列剧情的关键人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白雪鹿虽然接了恶女二的剧本，但她并没有强行拉低自己的智商，也从来不是恋爱脑。白雪鹿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坏人，她的母亲是青楼女子，为了女儿得到白家的认可，她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作为白王的妾女，白雪鹿想方设法嫁入东宫，但她只想将母亲的牌位还给白家。白雪鹿绝非唯一剧中的三维角色，以韩东饰演的大司命为例，他与男主角石英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。大司命深爱石英的母亲白颜，却又后悔错过了她。同时，他还是石英父亲的弟弟。在白颜身陷危险之际，他受白颜之托，好好照顾石英。对于石英来说，大司明是一个既是老师又是父亲的角色。很多时候都是大司命提醒石英不要放弃为母亲报仇。每一次他的提醒都不是无法爱的遗憾，也不是永远失去爱的心痛。韩东在剧中饰演一位深情宽容的总指挥，难怪蒋家俊导演称赞他经历丰富，感情真切。玉骨妖中的配角都是三维的，他们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想要守护的东西。坏人并不只是坏人，好人也有缺点，重点是每对 CP 都有缺点。可以说群像秀非常新颖精彩。年幼时，石英救了年少时的朱颜，并送给朱颜一朵善良之花，却不料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。身为天下之儿子的他，转眼间从孤高到被举国唾弃，只能通过装死来摆脱困境。当举国抛弃他骂他的时候，只有朱颜默默为他祈祷，两人结下了缘分。本以为石英已死的朱颜，在为石英寻找枯树复春和起死回生之法的过程中，与他陷入了新的纠葛。石英一生死了3次，太子死于宫中大火，少嗣死于人间情，石英死于人间大义。
童话剧里应该频频被骗，屡次死就是辱骂。年少时遇见你是缘分，长大后也难逃命运的轮回。爱你是我的宿命，但和你在一起只能是久移山的短短几年。个人与大局之间的反复撕扯，进一步体现了石英与朱颜之间深厚的虐恋之情。朱颜一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家国情怀，但世英离开后，他才知道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全。石英用生命教会了他什么是正义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永生呢？家国大义贯穿始终，主角配角演技在线，甜蜜中夹杂着虐心与甜蜜。玉骨遥以仙女为皮，英雄为骨，爱情为魂，拍出了一部让人追捧的好剧。